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美国和中共的关税战打得正酣，美国对中国的产品课征对等关税提高到了145%，中共呢也将美国产品的关税升高至125%。贸易战导致中国外贸出口货物积压，老板们都不得不内卷，大打价格战。我们来一起看几段视频。现在广州这服装全都滞销了，根本就发不出去。很多工厂全都积压了太多的原材料，就是因为特朗普打这个贸易战，关税给他加了100%多了。我们统一决定广州的所有商我们全都出口转内销，不管什么价格全部销掉。亚马逊杂货海外版拼多多的货啊，又来了几条柜。四季杂款才1块9毛9，毛衣1块5毛5，棉棉 T 恤才2块9毛9，还有大量的牛仔裤才5块8，还有3块8的杂款牛仔裤，杂款毛衣也才2块5，各种各样的短袖、卫衣、polo衫、连衣裙、四季杂款牛仔裤都才1到5元。有的贸易公司干脆在港口开直播，想就地清仓质押的服装。后面今天就说谁没拍，明天来可能就没有了。出口品质来的啊，我们可能马上随时要下播。一个货柜的话中大概是3万多件衣服，我们现在整个货柜也质押了很多的这个产品，印出去了那也是亏本，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话也想把它直接果断的要做出决策，直接把它给清仓掉。关税大战，外贸尾货有多惨？这边随便一件衣服能卖到100块钱，你瞧现在成吨的卖，平均这么一件几毛钱，这都没人来收。这里是嘉兴2万平的外贸仓库，受关税影响，出口的东西成尾货了。像这张小泉的刀具，成吨卖，一个平均几毛钱。出口的洞洞鞋几毛钱，现在正在分拣。这各式各样的衣服，成堆的都没来得及分拣呢，怎么卖？按吨卖，合到一件也就几毛钱。现在出口美国的手办也是卖不出去了，还有4万多个。这个在美国就卖到好几十，在这儿几毛。这些袜子、毛毯、睡衣都没分拣，成吨的，就是没人来收啊。在中共举中华之物力与美国逞强硬杠时呢，苦的则是那些中国的外贸的行业者们。原来呢，每天可以发50个集装箱，现在只剩3个。您算算这账，每发一箱是倒贴2箱的利润，这哪是什么做生意啊？我们的货轮开到太平洋中间，突然集体上演了甩货大逃亡。要不说这关税战是比海啸还狠。哎呀，现在麻烦了，所以这个关税战打到工厂一点心情都没有了。你看很多货堆在这里全部停下来，是美国卖不了，其他国家也卖不了了，现在对吧？现在只能是卖到我们自己国家了。我们仓库现在其实你看，除了这2天我们出去的这几个空位置之外，现在大部分货都是堆得满满当当的，基本上都是堆满的，包括最后面那些托盘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那些货客户明确说现在没法提货了，就明确说了，公司感觉也快撑不住了，有30多万要压在手里现在。所以其实没有大家想的这么简单，听着好像出5个柜蛮容易的，但真的蛮难的。现在库存积压非常厉害。这是1楼那个，这是5楼成品仓，我们4楼还有一层也都是放成品的，都还没出去。你看，包括像这些也是一样，基本上已经堆了很久了，都没有出去过的。所以今年外贸是非常难的。我们做住宿最难过的事情是什么？最难过的事情就是这些新模具到了，结果订单没有了。这个104%的关税一来了，这个基本上订单全部逃走了。美中关税战也严重影响到了普通打工人的生活。如果你在东莞上班，中美关税大战对我们普通打工人有什么影响？东莞工厂的货物出不去，那么工厂的订单就会减少。工厂的订单减少，它就用工需求没那么大，但是依然还是有那么多人在找工作，可能后面就会出现降工价呀、裁员啊。老乡们，看到我身后这些兄弟姐妹了没有？行李都堆成小山了，眼神里全部都是迷茫。这就是我们当下打工人的真实战场。劳务市场门口蹲满了滞留的人，厂门口的招聘牌从月薪8K 缩水到综合薪资5K 到6K，连中介的喇叭都没以前响了吧？为啥子？
大市场摆在这里啊，订单夭折，生产线停摆，老板都说了，能不裁员都已经不错了，哪里还有什么高工价天上掉？不少工厂现在已经停工倒闭了，只剩下大量的失业的工人。全温州今年80%-90%的现场都失火了啊！放假的全部放假，能休的都在轮休，基本上都在轮休啊。这次的关税战可能真会成为压死制造业的最后一根稻草，特别是代加工厂。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最近有多少厂跑了，对，你没有听错，厂都跑了。所以最近真的别嫌工资太低了。这是一名失业的中年男子拿着行李赶路的画面。制造业工厂纷纷倒闭，深圳火车站挤满了失业返乡的打工人。这名博主在视频中表达了中共硬杠到底、坑惨的是谁的观点。如果我们接不了这个美国的这些订单以后，东南亚那些越南、柬埔寨那些高兴坏了，他们可以去做，柬埔寨可以做家居，他们早就想把这个中国的这些一块油蛋糕给拿走了。美国虽然只有1/20的全球人口，但是它却占据了1/3的消费能力。美国人用袜子1个星期用完了就扔了的，穿完就扔了的。被单用完了就扔了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家里面是在这个广东东莞那边做那个蹦床的，就是给他们那个美国人，他们在院子里给小孩蹦床的。他现在就完全倒闭了，完全报废了，没有办法。为什么？他做不了。他以前就是针对美国的，因为只有美国人能消费得起蹦床，我们能消费得起吗？他想往国内卖都卖不掉，怎么办？以前关税10%、20%，他能搞一搞捞一捞，现在怎么办？很惨的，这对中小企业就是毁灭性的打击。我不知道很多人在硬刚什么，我们都有爸爸妈妈，都有家里的亲戚阿姨，对不对？家里如果很多人失业了，没有工作了，怎么办？美国总统川普在对中共增加关税之际，也把对其他国家的关税降为10%，并延期3个月。现在主动找美国和平谈判关税问题的国家呢，从75个已经增至135个。而中共党魁习近平呢，仍要摆出所谓的大国的姿态。在4月14号到18号开始访问越南、马来西亚和柬埔寨。而这3个东南亚国家呢，也被外界认为是中共商品洗地的重点国家。有分析认为，中共党魁此行的目的是企图拉拢这些国家共同来对抗美国。但中共现在呢，已经是内忧外患了，习近平的算盘恐怕也会落空。台湾的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向海外的中文媒体表示，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前关税和经济困局当中呢，中国开始依赖这3个国家。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越南是转口通道和关税的避风港，中国商品透过越南洗地转口美国，但是呢，也因此被美国重罚。大量中资企业迁厂越南，造成共存又竞争的经济现象。就未来而言，越南高度谨慎，寻求对美国谈判减税，但不愿与中共决裂，这也就是维持模糊的平衡。但事实现状呢，展现出来则是东南亚各国普遍避免站队，对中共表面友好，实则保留。中共国如果真的要做些什么的话，其实呢是要提出实质性的经济援助和市场开放。否则，光靠国事访问难以扭转区域的走向。美中之间关税战仍在进行，有些网友在担心，中国是否会回到3年大饥荒期间的啃树皮时代？照这个经济形势发展下去以后，会不会啃树皮啊？会不会发生中国以前实实在在发生的啃树皮？其实啃树皮和吃土在中国以前确实是发生过。有网友和亲朋好友真的上演吃树皮的一幕。
大家介绍一下野牛特产。爸爸，看一下你的，爸爸，你的棍棍呢？每个人一个不同。中国经济持续恶化，很多人都过着超级穷人的生活。我们生活在被超级穷人包围的世界里，而且这个超级穷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什么是超级穷人？你本来挣的一点点钱，连你吃喝都不够，妈呀，你还欠一屁股债的人，这些人全是超级穷人。有人不得不把一顿拼团饭分成2顿吃。拼团饭，中午点的，吃2餐。知道为什么？因为穷。有人甚至开始乞讨。今天中午的事情真的让我很感慨，很难想象到今天还有人困难到吃不起饭。今天中午呢，我在重庆北站的火车站附近吃饭，坐我旁边的呢一个大叔，一直盯着我随手带的几个橘子在看。我看他呢也没有点吃的，就接了一杯人家店里面免费的开水喝。后来他就凑过来跟我说话，他呢不是川渝这边的，说话我听不懂啊。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吃我桌子上的这几个橘子？他点了点头。我呢就把桌子上所有的橘子都给他了，又给他点了一份餐。我本来想跟他详细的聊一聊，了解一下他的情况，但是他说话我实在是听不懂。最后呢就给他留了200块钱。为何他们会过得如此落魄？抛弃中共在央视喉舌和官媒里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所谓经济光明论不说，一名博主道出了实情。我们不超过年收入5万元的家庭占到了80%，那么一个家庭月收入不足2000元的达到了9亿人口，有6亿人口的月收入不足1000元，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大量的人口还处于非常贫穷的状态。不少刚毕业而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和被裁员的白领们纷纷选择送外卖，但是让人感到悲哀的是，中国某地美食城也倒闭了。带你们看一下现在的外卖全部倒闭了，这是一个美食城，能倒闭的全部倒闭了，对外出租了，那边也清空了，今年的生意是真的难做。当全世界135个国家都争着和美国总统谈判关税问题时，习惯于给世界指明方向的中共党魁习近平却选择访问东南亚3个国家。有分析认为，中国一边似乎表现得很强硬，想把中国经济惨状的原因甩锅给美国，而另外一边呢，却主动拉拢东南亚3个国家对抗美国。但中共最终目的恐怕会落空。当川普首次宣布对越南、马来西亚和柬埔寨分别征收46%、24%和49%的关税时，越共总书记苏林就及时致电川普，想寻求2国的零关税。而川普呢也表示，双方通话富有成效。4月9号，当川普总统宣布对等关税暂停实施90天之后呢，东盟成员国就公开表态说，不会对美国实施报复性的措施，还表示愿意展开贸易对话。这样看来呢，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东南亚之行能取得多少他计划中的成效呢，也就需要进一步观察了。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